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月底还是没有钱，或是明明收入不低，可是一看钱包就是存不下来。还有一些人看起来生活正常，但一张嘴一个行为就能立刻看得出来，这个人的骨子里是穷习惯正在作祟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，不是外在有钱没有钱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人如果染上了3种比没钱更可怕的穷习惯，那他再怎么努力也很难翻身。在这个影片当中，我会跟你分享3个技巧，会帮助你一步一步的改变这些习惯。只要做到，你就会发现，花钱你会花得更有意识，不会在每一个月都在喊啊，我的钱怎么又不见了？而且你会慢慢的累积资产，开始感觉到说，哇，金钱正在为我工作，为你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思维会慢慢变成有钱人的思维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第3点呢才是最关键的。如果你没有学到第3点，前面的2点你多么努力都没有用，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忽略了第3点，最后还是掉回去月光族的循环里。第一个最典型的穷习惯就是从来不记账。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，他月薪快要6万块，可是他永远都在喊穷。有一次我问他说：“你的钱到底花去了哪里？”他整个愣住，然后说不出来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记录，没有在记账的习惯。所以其实技巧非常的简单，你只要每一天花2分钟把它写下来，2分钟把支出记下来，你不用很复杂，你也可以用手机的备忘录啊，或是 APP 啊，随便的点啊，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一杯咖啡星巴克，一个外送，累积起来1个月可能就突破了上万块。但很多人他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他记账撑不到3天之后就放弃，就觉得好麻烦哦。但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你不用一开始就追求一个很完美的目标，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低的标准，比如说我今天只要先记好3笔就好了。那你习惯慢慢的去养成、去累积之后，你对于金钱的东西你就会比较有意识。第2个穷习惯就是先拿到钱之后呢，拿到收入你先花，那花完到月底的时候才想到我应该要存钱。那各位你想一下，当然结果就是你钱已经花光光啦。这个习惯它比没有钱更可怕，因为它把你困在一个月光族的循环里面。那这个技巧呢，超级无敌简单，你就是把它先存后花，这件事情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规则。你拿到一个薪水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分出可能10%到你的账户里面，到一个存钱的账户里面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可能本来就不够用了，我还要怎么存钱？我告诉你，重点这不是金额，而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。如果你可以从100块、50块开始行动，开始去存，因为你的脑袋里会有一个我要先这么做，那你的大脑呢就会自动的帮你找到省钱的方法，或是它会有意识的去提醒你，这个是多余的开销，我不应该这么做。那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？你可能会遇到存了钱了，还是不够用。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把你现在存的那笔钱直接忘记，直接当做不存在。一旦你不把它当做它是我可以用的一个钱，反而它会强迫自己把那些就是你存下来剩下的那些钱拿来过生活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思维跟穷人的思维最大的差别。第3种也是最致命的穷习惯，就是很多人只懂得用时间来换金钱，却不想说，钱能不能帮我工作？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花时间去排队排一个免费的东西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省更多钱，可是其实你也无形当中错过掉很多的
时间。很多人下班回家就开始打游戏、追剧，完全不想学投资，甚至还是会说：“哦，我觉得投资很危险，不如我就乖乖的工作。”结果10年过去了，他还在同样的地方打转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开始培养自己的第2个收入，哪怕是一个小副业，或是学习一个最基本的投资知识，或者是学习经营自媒体。Hello， 我们现在现场有我们所有做自媒体的同学，你可以给我挥个手吗 ？Hello， 各位挥个手 ，Hello， 耶 ，Hello。对，你可以开始学习做自媒体，因为你把自媒体学习做起来之后呢，它也会成为你的第2个被动收入来源。那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，不会，我不懂，这个太难了，或是我没有时间。但我跟你讲，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。其实什么投资它也不可怕，自媒体它也不难，重点是你什么都不愿意学，因为通膨已经每天都在把你的钱偷走。然后你每天的懒惰也在把你的时间偷走，但是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多了解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你就领先了90%的人。最后，我帮大家总结：你今天呢，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财务记录，你也没有开始，你又是先花再存，然后又常常时间换金钱，就是去当一个免费仔。这3个就是大多数人一看就知道的穷习惯，而这不是最可怕的，是你怎么样？你现在知道了，你看到这影片，你还持续让这些习惯控制你，这是最可怕的。那在下一个影片呢，我会跟你分享有钱人私下最常用的3个思维，这些东西学校不会教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